喂，笑笑，听到吗？啊，我刚上车，我这信号不太好，等我到大路上的时候我再跟你说。是不是？波哥，我爸怎么可能是内鬼呢？在真相调查出来之前，你得在看守所。对不起，王总。我是梁建业的女儿，江海支队刑警梁笑。我有你犯罪的证据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们已经在调查你了。梁笑是吧？我知道你是警察，不过我估计，以你现在的情况，警方应该不会再派你办案才对。还有，想诈别人，这方法不行。你爸没教你吗？你有什么资格提我爸？他做的那些错事，全都是你逼他的，你这个罪魁祸首！话可不能乱说。我认识你爸不假，可是他自己求我救他儿子的。哼，我有什么资格？别忘了，你弟弟的命是我给的。够了，王天元，我告诉你，我的余生只有一件事。就是亲手把你送进监狱。王总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梁警官出去，请吧。放开我！王天元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王天元，放开我！放手！放手！我自己会走。哼，一家子没个知道感恩的。梁小姐。请吧，带上你的破玩意儿。你跟着干嘛？老板，用不用？那都不必了，但也盯着点。现在这个时候，绝不能惹出新的乱子。是。严彪，哼，严彪要是真醒了，你现在还能在这里吗？石老，怎么又一夜没睡啊？因子方案有什么进展？正在通过监控
寻找于凤琴说的那2个人，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医院周边，暂时还没有什么收获。那王念军呢？还在做工作，即便他不开口，迟早也能找出王天元和那起走私案关联的证据。副队啊，我个人建议啊，让2队继续留在这儿，死磕真假账本合同。我呢，带1组去抓罗刹。数据库比对结果怎么样？啊？哦，面部识别、指纹都没匹配，不过 DNA 分析尽早给了线索，说是这小子的一个亲缘关系在江台犯了事儿，魏彤已经去查了。好，继续追踪其下落。哎，对了，陈默呢？陈默去哪儿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回来晚了。昨天干嘛去了？听说彻夜未归。我去找陈默了。你见着他了？我在他家守了一夜，也没碰着他。他就是想藏起来。梁建业的事儿对于他来说，就好像有一个人亲手为你建了一座城堡，为你撑起了全部世界。而有一天，这个人一回来，又轻易的把他摧毁了。天塌了，担心也没有。失去了佛陀，罗刹进入警方视线，现在应该是王天元最脆弱的时候。没了沉默，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。所以，明天思安区一块商业住宅用地将公开拍卖出让，天元集团对这块地势在必得，所以，我决定送他一阵东风。李叔，钱筹资的怎么样了？我找了所有能找的融资渠道，可我们能动用的资金不到6，够了。天元集团的现金流比我们也多不了多少，可它的融资成本比我们便宜啊。便宜吗？它的融资渠道可是吸血的。融资什么的，你比我们懂得多，但务必留个心眼啊。你还不知道我就心眼多吗？放心吧，一旦我的计划成功，就将是他最脆弱的时候。但愿到时候他会露出马脚吧。所有需要制造声势的部分，我都会积极补位的。明天大家通力合作，今天大家先休息吧。走吧。哎，哥，我干点啥呀？你还别说，我还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啊，要交给你。啥事儿啊？我要把你开了啊！我妈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我照顾着呢。阿姨这2天的情绪也好多了，我保证，一定尽快找到凶手，还阿姨一个清白。我弟心源的事情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我大概能想到那天发生了什么事。不说这个了。这是我去查我弟手术记录的时候发现的。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王天元的犯罪证据，只是我没找到而已。
我怀疑这份同意书上的签名是他伪造的，于是我就拿它去炸王天元。你去找王天元了？笑笑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能这么冒失了。可是我能怎么办呢？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，我都不能和你们一起办案。我去查，交给我。这人不是尹子峰的养父吗？我现在就去江台。你放心。哎，您好。哎，请问您知道尹子峰家在哪儿吗？前门35号。谢谢啊。您好，请问这是尹子峰的家吗？你谁呀你？你谁啊？我是警察，这是我的证件。人没了。哎，您就是尹百福吧？我专程从江海赶过来，就是为了跟你们了解点情况。你瞎看啥呀你？这是你签的字吗？是我签的，怎么了？那小子还没给我钱呢。给钱？请问这是尹子峰的家吗？我是子峰公司的领导，专程来慰问家属的。领导来了，哎，请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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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就是子峰的父母吧？哎，对对对，一看两位就是淳朴善良的人呐。啊，请坐。哎，赶快倒水去啊！子峰出了场车祸，你们知道吧？知道。怎么了？撞他的人抓着了？没有，子峰永远的离开了我们。啥？节哀顺变，这是半年来公司为子峰垫付的医药费。子峰这孩子从小就命苦，父母也早亡了，实在没办法就住我们这儿了。我们是真的没钱还呀。大叔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不是让你们来还钱的。公司念在子峰工作表现不错，自愿捐献遗体。啥捐献遗体呀？尹子峰自愿捐献遗体，帮助社会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，这是多么品德高尚的行为呀！我们社会上就需要子峰这样的好青年呐！只要你们家属同意，成全子峰的遗志，公司给予1万元现金奖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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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万元
我们董事长非常钦佩子枫的这种行为，愿以个人的名义再出1万元，表示心意。大叔，你们为社会做了贡献。那小子不讲信用，说了要给我们盖房子补钱，他就再也没来过。你们就这样把你们的孩子卖了2万块钱？我们也是为了完成孩子的遗愿，一没偷，二没抢，就是走到法院，我们也占理。警方怀疑尹子枫的死是一场谋杀。老板，警察追到江台尹家村了。哼，闻着点屎味儿就想舔，他们还真当我没招了。不早了，多注意身体。还在做功课？我又计算了一下近期招拍挂的价格和周边的房产均价，这块地的溢价率300%，也就是20亿，应该是天元集团的心理价位了。我有信心能抬到30亿成交，但这恐怕还伤不到王天元的筋骨。万事不可强求，能让他多花10亿已经很不错了。我知道。也不知道陈默怎么样了。沫儿，沫儿，在不在？我先回江台了，你好好的。你们再好好想想，还有没有什么线索？警官，真的没有了。这孩子呀，自从参加工作以后，就很少回家。虽然也经常寄些钱回来，应该呀，到他姐那儿多一些。这个是我电话，你们要想起什么，随时联系我。警官，这个。
喂，笑笑。石头，乐乐睡了。事情查得怎么样？哦，我跟你说啊，这趟有新收获，我发个照片给你。嗯，好。喂，石头。喂。喂，石头，听得见吗？喂，梁晓，听得到吗？我听得到，你说。我刚上车，我这信号不太好，等我到大路上的时候再跟你说啊。好，我等你。把这也记下来。哦，好。到这里，到准确点。好，这样。哦。王总，王总，来了，王总。海土整楚拍2019-03号地块现场竞价的起始价格为5.3980亿。一会儿给他个惊喜。如果您认可这个价格，可以开始举牌，每次竞拍1000万起啊。让他们先举一会儿，要不然1000万来一次没有参与感，多不好。是，老板您说的是。42号6.20万，6.4000万，6.5000万142号，6.7000万86号，7.8000万79号7.8000万，9.5000万，有没有超过9.5000万的？69号，15亿，12亿，里边到了12亿了，15亿，15亿，88号出到了15亿啊，15亿，现场有没有超过他的？84号15亿1000万，16亿，15亿1000万，16亿，16亿元，88号出到了16亿元，16亿1000万，来自84号16亿1000万，20亿，20亿，20亿
88号出到了20亿，20亿是目前场上最高竞价，有没有超过20亿的？恭喜老板。 20亿第一次，来自后排的13号出到20亿1000万。去看看哪个不知死活。21亿。 88号出到了21亿了。13号，21亿1000万，21亿1000万元。28亿5000万。 差不多了。 88号出价差不多花了8亿。 40亿。你疯了！40？您说什么？啊，这么高？真的？40亿。这40亿！13号出到了40亿。13号贵宾出到了40亿。是那个小兔崽子。来自后排的13号。怎么办，老板？40亿。 这小子家底我清楚，有没有高过40亿的？想让我多花钱门都没有。40亿给他。我们看看现场在座的各位能不能超过40亿。40亿第一次。溢价率太高了。都坚持这么久了，再坚持啊！快举牌！快举牌！快举牌！还有高过40亿的吗？这是哪家公司的？我也不知道。是的，我们记者为此专门咨询过文物专家。专家说，如果这对印有南唐李后主词句的花瓶确为清官窑正品，那其市场价值将翻上数倍。是吗？那我肯定要把它捐赠给国家。这小子一向招都邪得很，40亿了，出价必有因，不可能只是为了好抬价。这溢价率太高了。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 40亿1000万，我们的88号贵宾，感谢您，又一次出价。您的了。 40亿1000万第一次，恭喜王总。 40亿1000万第二次，40亿1000万成交。石头，莫哥，石头，莫哥。 开门啊！莫哥，开开门！我是笑笑。石头，石头，莫哥，石头昨天晚上没回来吗？怎么了，笑笑？莫哥，石头昨天去了尹子峰的养父母家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有新的线索，但是后来没有信号，他就挂断了。后来我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。莫哥，你帮我找找石头，石头去哪儿了？怎么办？笑笑，你先别急，他有可能电话没电了，咱们先回队里。 走。喂，陈默，石头牺牲了。哎呦，少爷，刚才可吓死我了！你就那么有把握？3成吧。 那他要是不举牌呢？咱上哪儿凑钱去？40亿呢？那不重要，反正经过上回，他这次举牌。嗯。
你进来一趟。你看他，哎呦，真是，可不是了嘛，那还能活得了啊？肯定啊，就是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啊？就是车架。愁啥了？谁知道？一个仇杀就砍杀。哎，同志，哎，石头呢？石头呢？等会儿他吧，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。王天元气坏了吧？来，让我们恭喜王天元40亿摘得宝地。来，你就不怕王天元不举牌啊？大不了5亿不要了呗。5个亿就这么不要了？5个亿博他40亿啊，值了。来，再喝一杯。也不知道陈默听到你这句话会是什么反应。副队，副队，副队，是我害死了石头。如果不是我让他去帮我查，石头也不会。是我害了他。陈默，10分钟以后开会，梁笑，你回去休息吧。谢谢梁笑，请求归队。副队，求你了，副队，求你了，副队。
同志们，刚刚得到确认，石头的致命伤为喉部割伤，手法和孙兴案完全一致，凶手很可能是同一个人——罗刹。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难过，但在此时此刻，我们必须化悲痛为力量，势必将罗刹缉拿归案，这才对得起我们死去的战友。这，开始吧。这是根据我和副队的记忆绘制出来的嫌犯图像。今天下午，根据亲缘关系，我们获得了一个名字：金东九。金东九，男，26岁。幼年母亲出走，父亲去世后，13岁开始流浪街头，08年进入了江台市博爱儿童福利院，在那儿不到3年，多次伤人，还进过几次少管所。由于是纸质档案，没有联网，所以数据库里找不到他的任何信息。金东九患有罕见的先天性无痛症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受枪伤之后还能强行挣脱手铐逃走。现在根据多方的资料显示，金东九就是罗刹。成年以后呢？能不能找到他的生活轨迹，尽量缩小搜索范围呢？他长大之后就没再犯过事儿，我们调查过了，他没有户口，别说车房、银行卡，他连2代身份证都没有，简直活得像个幽灵一样。那这个人的生活范围很可能十分有限，这也说明有人在帮他。发通告，通缉金东九，这个人极度危险，绝不能让他逃到别的省市。我们已经在全省范围内下达了协查通报，我们在火车站、高速公路和飞机场都设岗设卡了，这小子插翅也飞不出去。好。副队，石头的手机恢复了一部分数据，江台那边传来一张照片。我已习惯了挣扎，习惯了落空，习惯他们说我卑微的梦，不是活着每个人
都会被歌颂，不是每道疤痕都愿意被触碰。迎着风往条通，我的命运没人能掌控。夜已浓，愿化孤鸿，义无反顾，无问西东。泪水已干涸，使命在召唤，燃起胸中那团火焰，沿着你的方向就能够穿越黑暗。就算全世界都在阻挡，也要证明信仰。这是场欺骗，你习惯了伪装，善恶之间变得心无处安放。如果这是场等待，为了明天的较量，依然尽我希望，义无反顾前往。迎着风往条通，我的命运没人能掌控。愿化孤鸿，义无反顾，问西东。泪水已干涸，使命在召唤，燃起胸中那团火焰，沿着你的方向就能够穿越黑暗。就算全世界都